正在瑜伽馆练习的我接到好友孙宇的信息，今天在购物中心碰见你先生陪一个女士挑选手表。明白了，你不打算去现场看看吗？没兴趣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刚结束产假复工不久，瑜伽课后还得去图书馆查阅资料，晚上还要辅导默默的作业，哪有心思管这些琐碎事情。回到家，婆婆在客厅陪孩子玩耍，她抬头看了看我，身材恢复得不错呀。我捏了捏腰间逐渐消失的赘肉，轻轻笑了笑。花费8万元的私人教练和营养师团队确实效果显著。婆婆仔细端详我，眼神中流露出满意与淡淡的忧虑。刚才孙伟来过一趟，正在陪孩子玩耍的我嗯了一声，你没在。他坐了一会儿就走了。婆婆注视着我，你真打算和他分居吗？我停下手中的动作，平静地说，不分了，过几天我就回去。我妈眼中闪过一丝惊讶，却还是给予我肯定的目光。你能这样想，我真的很欣慰，这样我就放心了。隔日，我整理好行李，和保姆一同带着小宝重返与孙伟共建的家。小宝安稳入睡后，保姆也带着双胞胎去休息了。我进入浴室洗漱，当我从浴室出来时，孙伟已经回家了。你回来了？他轻声问道。我微露笑意，边说边走向化妆台，开始我精致的护肤步骤。不再生气了吧？他眼神深邃地注视着我，我透过镜子迎上他的目光。这段时间我思考了很多，成功如你，外面的诱惑自然多。过去是我太任性，总爱胡闹，但现在我会努力成为你的贤内助，让你无后顾之忧。他愣住了，有些不可置信地看着我。我梳着秀发，估算着时间，轻声说，不早了，该休息了。我刚要起身，他试图拥抱我，却被我轻轻推开。先去洗个澡吧，你身上酒味太重了。次日，我便联系了财务顾问，将父亲留给我的遗产进行了规划，部分投资于稳健的债券基金，部分购买了长期理财产品，余下的资金则存入账户，等待合适的投资机会。我也去了律师楼，立下了遗嘱，若我遭遇不测，我的所有财产将平均分配给我的母亲和3个孩子，若母亲不在了，就全部留给孩子。办事员询问道，那您丈夫呢？我淡笑回应，我丈夫的财富远超于我，他应该看不上我这点家产。回到家，孙伟静也在。今天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？今天是周6啊。他注意到我手里的袋子，这是什么？买了几处商业地产，你帮我参谋一下，未来应该有升值空间吧？孙伟翻阅了合同，点评道，这个价格还是相当合理的。江北路是政府规划的重点发展区域，几年后必将繁荣起来，那我就放心了。我提着今天的战利品走进卧室，开始整理归类。孙伟不知何时已站在门口，但我没空理他，因为手机震动了起来，提示有新的微信消息。我隐约捕捉到他口中提及的孙宇，随口询问，孙宇，他不是前几天才联系我吗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手机屏幕上是大宝的老师发来的通知，告知今年儿童节幼儿园将组织一场亲子时装秀。孙伟显得有些迟疑，他跟你说了些什么吗？说了。我迎上他的目光，幼儿园下周末有亲子活动，你能参加吗？他凝视我片刻，才回应，好，到时候我们一起去。大宝放下手中的玩具，兴奋地冲进我怀里，妈妈，你真的会和爸爸一起来吗？你不会再走掉吧？回想起去年因为和孙伟闹别扭，
我故意缺席了大宝的6·1活动，孩子那失望的脸庞至今仍让我心痛。我紧紧拥抱着他，轻抚他的头发，郑重承诺：大宝是妈妈的宝贝，妈妈和爸爸肯定会去的。孙伟靠近我们，环住我们的肩膀。小慧，真的很感谢你。我依偎在他怀中，默不作声。他用力拥着我，试探着开口：那个关于吴倩梅的事情，我其实是想……我打断了他的话：你不用说了。面对他错愕的表情，我平静地说：我都想明白了，你的话也不是没道理。我应该向我妈学习，她现在的生活态度就很值得我借鉴。说起我和孙伟的感情，也是一段自由恋爱的佳话。我家在业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，父亲希望我能与门当户对的成功青年联姻，以巩固商业地位。但那些所谓的青年才俊，私生活却往往放荡不羁。年轻时的我心高气傲，又有几分美貌，怎会甘心嫁给那样的风流男子？于是我背离了父亲的期望，自己选择了一个圈外人顾城。孙伟的外貌英俊，且是那些富二代中少有的不流连酒吧和夜店的人。他生活作风正派，自毕业后就全心全意跟随父亲打拼事业。他处事圆滑，家境也算殷实，尽管与我父亲的商业帝国相比仍有所不及。追求他虽费了些周折，但最终还是赢得了他的心。起初我父亲并不同意我们的恋情，但几次与孙伟接触后，他默许了我们的关系，并为孙家牵线了不少商机。母亲与孙伟几次交流后对我说，他无疑是个聪明人，清楚自己的目标和需要付出的努力。与聪明人打交道，总是更省心省力的。我当时以为母亲是在称赞孙伟，如今才明白，他所描述的不正是我父亲那类成功男士的特质吗？我父亲是白手起家的富一代，经过30年的奋斗，资产已过亿。然而，和其他男人一样，他在有了财富之后也变了心。我10岁那年，父亲第一次出轨，之后就愈发不可收拾，但母亲始终没有选择离婚。我曾以为母亲太过懦弱，给女人丢脸，直到我发现孙伟和女秘书关系暧昧，我愤怒地提出离婚，而母亲却反对我这么做时，我口无遮拦地说：你以为我是你吗？男人背叛了，你连吭都不敢吭一声，懦弱得给女人丢脸。母亲气得想要打我，但顾及到我怀有5个月的身孕，等我冷静下来后，她才说，离婚并不是勇气的体现，努力过好每一天才是真正的坚强。可是我也一直在努力经营自己的婚姻啊。孙伟的生活起居哪一样不是我精心打理的？他工作繁忙，我还经常带着孩子去看望公婆，逗他们开心。即使怀上双胞胎后，身体负担沉重，睡眠和饮食都受影响，我依然恪守妻子的本分，把家里管理得有条不紊，让他没有后顾之忧。然而，孙伟是如何回报我的呢？他不仅和女下属有染，还与女客户暧昧不清。那段时间，我和他大吵大闹，摔东西，甚至连婚纱照都被我撕了。2次动了胎气，被送进医院。我甚至威胁要打掉孩子。孙伟的父母又焦急又气愤，在医院里把孙伟打了一顿。挨了打的孙伟觉得颜面尽失，对我也失去了耐心。他捉住我挥舞的手，一字一句地说：林慧，你给我听好了。他眼中闪过一丝明显的不悦与忍耐。我本以为我们的婚姻是基于共同的认知，但现在显然是我高估了你的理解。我凝视着他，心底莫名涌起一股不安的预感。我选择你作为我的伴侣，
是经过深思熟虑的。同样，你选择我，也应该是经过仔细考虑的。你性格纯真，对生活满足，对长辈孝顺，又那么喜欢孩子。你或许没有太大的野心，但你懂得分寸，知道什么是重要的。这正是我心目中理想的伴侣。然而，如果你继续这样无理取闹，我会重新评估我们的婚姻是否真的有必要继续下去。我的心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握住，然后猛地被浸入冷水中，仿佛有无数根钢针同时刺入我的胸膛，让我痛得几乎无法呼吸，就像一条即将死去的鱼。你是我的妻子，你的角色是在家照顾孩子，支持丈夫。我可以保证你和孩子的生活无忧，给你孙太太的身份和地位。我会尊重你在婚姻中的贡献，也会在一定范围内容忍你的任性和小脾气。这样难道不好吗？为什么非要和外面的女人计较，斗个你死我活呢？那一刻，我无法思考，无法言语，甚至忘记了流泪，只是呆呆地看着这个男人，这个我深爱的，曾以为会和我共度一生的男人。他见我不再挣扎，松开了我的手，站起来，居高临下地俯视着我。婚姻是两个人的结合，而不是相互抵消。据我所知，你父亲在外面也有一个私生子，但你母亲并没有像你这样反应激烈。她是我见过的最明智的妻子，你应该多向她学习。我已经说不出话来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男人，他的嘴巴一张一合，说出的每一个字都像钢针一样狠狠地刺入我的心脏，把我扎得千疮百孔，痛得我无法呼吸，无法思考。孙伟后来还说了些什么，我已经听不进去了，只能像一条死鱼一样躺在床上。原来我的真心在他眼里根本不值钱。我以为我们的婚姻是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上，但他却告诉我，我们只是在进行一场利益的交换，各取所需而已。他怎么能这样践踏我的真心呢？当我母亲来医院看望我时，他看着被打湿的枕头和我肿胀的双眼，什么都没有说，只是紧紧地抱住我，轻轻地拍着我的背。过了很久，他才开口说话。我们母女俩的运气确实不怎么好，但是和那些被小三逼到绝境的原配相比，我们又幸运得多。至少我们还有孩子，还有足够的钱。我吸了吸鼻子，不用照镜子也知道我现在有多么狼狈。我认真地问他，那你为什么不和爸爸离婚呢？母亲抚摸着我的头，淡淡地说，我怎么可能会把这种养尊处优的生活拱手让给外面的女人呢？再说，我还得为我的女儿着想。如果真的离了婚，后妈进门，你这个单纯又缺乏心机的傻丫头，岂不是要被后妈欺负死？毕竟有了后妈，就会有后爸，这是古往今来的道理。我试图从母亲那张从容淡定的脸庞上寻找到一丝丝的悲伤或不满，然而我失望了。50岁的母亲依旧美丽动人，肌肤经过精心保养，显得年轻而有弹性。她身着华美的服饰，不知情的人或许会误以为她才刚满30。此时，我又想起了我的二婶。10多年前，当二叔有了外遇，二婶的反应是如此的激烈，家中如同掀起了狂风巨浪。尽管她比母亲还要小上5岁，但现在的她皮肤暗黄，满脸都是岁月的痕迹和怨气。那件事后，二叔对工作也失去了热情，最终选择了辞职，甚至长时间住在了那个女人的家里。他们离婚后，二婶对二叔的怨恨并未消散，而他所生的2个孩子也对二叔充满了敌意，亲子关系已经无法挽回。
二叔最终选择与另一个女人结婚，并有了自己的孩子。你两个堂弟被他们的妈妈影响了，不管我给多少钱，怎么努力弥补，他们都不会感激，所以我就彻底放弃了。二叔说出这番话时，手里夹着烟，背也略显佝偻，以往的精神气已经消失无踪。母亲曾经说过，如果他们家不这样内耗，你二叔的成就不会比你爸低。你二婶和他的2个孩子本来也可以过上优渥的生活，可惜你二婶错把怨气当做了骨气，最终害人害己。我突然回想起昨晚，孙伟似乎也提到了内耗这个词，他具体说了什么我已经记不清了，只记得大概是聪明的女人知道，避免无谓的内耗对大家都好。当天我办理了出院手续，回到了父母家中。父亲很少回家，大部分时间都在那个女人那里。母亲对此并不在意，每天都让保姆为我准备喜欢的食物。孙维也会带着大宝来看我，对我嘘寒问暖，仿佛我们之间的争吵从未发生过。怀孕7个月的时候，我父亲出了车祸，虽然经过抢救保住了性命，但还没有脱离生命危险，鼻子上依然插着胃管和氧气罩。母亲亲自去医院照顾他，事必躬亲。一向养尊处优的母亲，竟然亲自为父亲吸痰、擦身，甚至端屎端尿。我有些看不下去，让那个女人来照顾他吧，我提议道。但母亲却看着我说：“你怎么这么傻？”她不仅亲自照顾父亲，还把上门哭闹的小三赶了出去。自那以后，小三再也没有来过医院。尽管我对父亲心有怨恨，但看到他现在的样子，又觉得有些不值。我也心疼我妈的辛劳，多次提议请个护士来帮忙。我妈带着一丝苦涩的笑容回答：“其实也剩不了多少天需要照顾了。”尽管对爸爸的花心行为深感厌恶，但这么多年，他对我确实一直很不错。怀着双胞胎的这段时间相当折腾，但我还是坚持挺着大肚子，时常来医院探望他。后来，在我妈妈的细心照料下，爸爸竟然苏醒了。他醒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律师叫进病房。孙伟有空的时候也会来看望我和我爸爸，还会和我爸爸聊天。我爸爸对孙伟依然保持着和蔼的态度，就好像女婿在女儿怀孕期间出轨的事情根本不值一提。我也没有再提起离婚的事情，更没有再借着怀孕的名义胡闹，比如要孙伟陪我看电影，或者让他给我揉脚捏腿之类的。一直娇生惯养，从未吃过苦的我，竟然熬过了怀双胞胎的种种困难，一直坚持到8个半月才选择剖腹产，生下了一对龙凤胎。公公婆婆高兴得不得了，直说我是孙家的大功臣。孙伟本想在医院陪我，但被我劝走了。你的工作也很忙，不用特意留下来陪我。这里有专业的护理人员，我可以自己照顾自己。孙伟低头吻了我的额头，还摸了摸我的头。小慧，你辛苦了。我淡淡的回答，不辛苦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他的眼神微微一怔，他应该能感受到我的变化，不过他应该是高兴的，毕竟有一个不吵不闹的太太，对他来说绝对是一件值得庆祝的喜事。到底是年轻人。剖腹产后的第5天，我就能下床自己走路了。虽然腰部还有些微弯，但我还是特意去看了爸爸。爸爸躺在重病监护室里，头上缠着厚厚的纱布，呼吸微弱。在我妈妈的精心照顾下，爸爸本来是有可能恢复的，但那个可恨的小三居然带着私生子来病房大吵大闹。爸爸还有高血压，被气得脑溢血，虽然抢救回来了，但身体越来越虚弱。
他之所以还能坚持到现在，主要就是靠着一口气吊着。爸爸微微睁开眼睛问我：“你真的打算和孙伟离婚吗？”我愣了一下，心里五味杂陈，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爸爸闭了闭眼睛，然后又睁开，有些恨铁不成钢地说：“我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个恋爱脑呢？我真的是恋爱脑吗？”我在心里问自己。作为一个男人，爸爸继续说：“我最了解男人了，在男人的世界里，权力和财富才是最终目标。说句实话，女人只是我们繁重工作之余的调味剂。爱情确实是永恒的，但它不会被带进婚姻里。婚姻只是现实和权衡利弊之后的结果。我在以你老父亲的身份告诫你一次，天底下的有钱男人没一个是好东西。但孙伟是个聪明人，他更清楚稳定的婚姻才能让他走得更远。这也是我当初同意你嫁给孙伟的真正原因。你是否曾考虑过，当你们离婚后，孙伟必定会再婚，到那时他有了新家庭，又能有多少精力来关心你的孩子呢？你是我的宝贝女儿，我并不期望你成为女强人，也不希望你继承我的事业，将公司推向更高峰。我只愿你能够过好自己的生活，放下那些无谓的坚持和自尊。对男人的要求不要太高，只要你稍微退让一点，就会发现你的人生其实才刚刚开始。”那天，父亲说完这些话便离开了。听说那个三儿闹得很凶，但最终还是被我妈给打发了。我妈在操办父亲的葬礼的同时，还能抽空来照顾我。你父亲临终前已经立下了遗嘱，他的全部财产和公司股份90%都留给了我们母女，剩下的10%平均分给了三儿的儿子和你的2个叔叔和2个姑妈。我粗略算了一下，那小子能得到的只是你的一个零头而已。三儿天天来找我大吵大闹，他以为他儿子能继承你父亲的大部分财产呢。我也有些纳闷，父亲那么喜欢儿子，怎么没把财产留给儿子呢？母亲冷笑一声说：“你知道吗？你父亲在车祸发生之前就已经立了遗嘱，当时那老东西留给我们母女的部分也只有30%而已。”我惊愕地瞪大了眼睛。母亲再次冷笑：“老天爷有眼，让他遭遇了车祸。我特意告诉医生，如果三儿问起，就说你爸爸活不久了。”这个愚蠢的女人居然信以为真。她可能知道老东西的遗嘱内容，自以为高枕无忧，竟然带着情人去三亚旅游了。你父亲醒来后，第一时间就叫律师来修改了遗嘱。他凝视着我，认真地说：“这也是我为什么尽心尽力照顾他的原因。”我又惊又痛，泪水不禁滑落。母亲又轻描淡写地说：“如果我真的为了所谓的骨气而跟他离婚，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扶正三儿，到时候老林家的产业就跟我们母女没关系了，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。”我愣住了，突然觉得母亲的形象在我心中瞬间高大起来。母亲一边照顾我坐月子，一边处理父亲的后事，包括他名下的房产、股票、证券账户以及公司股份。我不懂经营，还是把股份卖了吧，我们以后抱着钱过日子，想想也挺美的。我向母亲建议，我们母女俩一人一半，最好还是去做个公证，我可不想被人家吃绝户。母亲愣愣地看着我，突然泪流满面。我女儿终于长大了，我也哭了，既庆幸自己的成长，又为自己错付的爱情感到悲伤。如果说成长的代价是建立在我的爱情的幻灭和真心的被践踏之上，那么我只能庆幸自己醒悟的还不算太晚。我每天都会送大宝去幼儿园，
之后便带着龙凤胎四处游玩，偶尔也会带孩子们去看望爷爷奶奶。闲暇之余，我会和闺蜜孙雨一起逛街购物，享受美容和按摩的时光。毕竟我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一笔不小的财产，足够我们母子三人过上一辈子了。更何况家里还有孙伟这个赚钱机器。孙雨总是喜欢提醒我，你家孙伟最近表现如何？是不是还算安分？还行吧，我总会这么说。我现在已经不太管他在外面的事情了。最近孙伟确实表现得很安分，每天都早早的回家，不是陪大宝玩耍，就是和我一起推着龙凤胎出去散步。外人都非常羡慕我们的生活，称赞我们是郎才女貌，恩爱无比。然而孙宇却总是恨铁不成钢地教训我：你真是个傻子，我上次就告诉过你，我在商场看到他和另一个女人在买珠宝，两个人有说有笑的，你应该好好审问他才对。我轻轻地撩了撩新剪的发型，没必要了，我淡然地说，反正我已经不爱他了。孙宇的眼睛一亮，似乎有些幸灾乐祸地说，早就应该这样了，看看你以前整天一副恋爱脑的样子，看着就让人闹心，还是现在这种没心没肺的态度更吸引人。诺，上次我们去蹦迪的时候，那个05的小伙子可是一直在偷看你呢，有没有兴趣发展一下第二春？我对此并无太大兴趣，以后再说吧。晚上已经快11点了，孙伟却还没有回家，我不得不给他打了个电话，电话很快就被接通了。小慧，我有些意外，因为这通电话几乎是被秒接的。以往这个时候，我给还在外面的孙伟打电话，总是要响很多次才会被接起。小慧，孙伟的声音再次传来，这次带着些许的疑惑和小心翼翼。我收回思绪，不好意思，这么晚还给你打电话，主要是明天大宝幼儿园有活动，你明天有空吗？他沉默了一会儿说，我马上回来，没关系的。我说，只要你明天能准时参加幼儿园的亲子活动就行了，不打扰你应酬了。我挂了。半小时后，孙伟回来了，身上带着一股酒气。我正在卧室的镜子前擦身体乳，听到动静，回头看了他一眼，说：回来了，不好意思，本来不该打扰你的，只是大宝明天幼儿园有活动，我们作为父母不能放孩子鸽子。说完，我回头又看了他一眼，视线落在他的衣领上，看到孙伟衬衣上那个红色的唇印。我沉默了片刻，曾经这样的痕迹会让我愤怒失控，但现在我只是淡淡的说了句：去洗个澡吧。他显得有些迟钝，看了我一眼后，便晃晃悠悠地走进了卫生间。保姆站在一旁，脸上露出担忧的神色，但我没有给他询问的机会。你去休息吧，这里没你的事了，我轻声说道。孙伟洗完澡出来时，我已经躺在床上了。他试图靠近我，但被我轻轻地推开了。别闹了，早点休息吧，我轻声说道，然后翻了个身，背对着他。第二天早上，我早早地起床，精心挑选了一套衣服，常规的 T 恤、牛仔字裙和小白鞋。我还特意化了妆，扎了一个减龄的丸子头，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皮肤白皙，双眸明亮，仿佛回到了20岁的青春年华。而孙伟则显得有些憔悴，眼睛里布满了血丝，还有淡淡的黑眼圈。不过他穿上我为他准备的白 T 恤、5分牛仔裤和白球鞋后，倒也增添了几分青春活力。我看着他，不禁提醒道，以后还是少喝点酒吧，小肚子都出来了。他下意识地摸了摸肚子，然后看着我笑了笑。我们没有再多说什么，各自吃了早餐后，我便带着大宝
出发去幼儿园了。今天的活动很成功，大宝玩得很开心，我们一家三口也收获了不少羡慕和回头率。孙伟的视线几乎一直停留在我身上，但我假装没有察觉，只是专注于和大宝以及其他家长交流。活动结束后，孙伟提出送我们回家。在路上，他接了几个电话，但每次都很快地挂断了。到了家门口，我带着大宝下了车，对孙伟说了句路上小心，然后便头也不回地走进了屋子。最近孙伟的表现确实不错，他每天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早，过节还会给我准备礼物，并约我出去吃饭。工作再忙，也会抽时间回家看看我和大宝，如果实在回不来，也会提前给我打电话报备，这让我感到很安心。而且他对我也越来越大方了，从来不干涉我的消费，我拿着他的副卡可以随便刷。今天他回来的更早了，我和大宝正在吃晚饭，看到他回来，大宝高兴地跑过去抱住了他。我望着他递过来的鲜艳玫瑰，眼中闪过一丝惊讶，这花是哪儿来的？他目光深邃地注视着我，轻声道：你忘了吗？今天是属于你的特殊日子。我确实忘记了今天是我的生日，但一早上的各种生日祝福短信让我无法忽视。我微笑着回应他，其实我记得。我指着他手中的花，这是给我的礼物吗？是的。他缓缓走近，过去你生日时，我总会送你花和礼物。我站起身，从他手中接过花朵，轻轻放在桌子上。谢谢你的花，很漂亮。你吃过晚饭了吗？我随口问道。他摇了摇头，还没有。我不知道你会这么早回来，所以没做你的饭。而且现在阿姨也已经下班了。我略一思索，这样吧，我帮你点份外卖。他凝视着我，眼中流露出一种复杂的情绪。你以前总是亲手为我做饭的。我打开手机应用，一边下单一边说，还是点外卖方便些。我很久没下厨了，手艺都生疏了。他的眉头紧锁，似乎对我的回答并不满意。你变了。我抬起头，直视他的眼睛。人都会变的，不是吗？你也在变。他突然显得有些烦躁，抬手扒了扒头发。林慧，我承认我以前有做的不对的地方，但那都过去了。这段时间我为你做的，你难道都没看到吗？我们就不能试着回到过去吗？我静静地看着他，仿佛在看一个无法理解简单道理的孩子。你觉得已经泼出去的水还能收回来吗？已经破碎的镜子还能恢复到原样吗？他愣住了，张了张嘴，却没能说出一个字。我放下手机，淡淡地说，点外卖可能确实不是个好主意，你还是出去吃吧。他站在那里，呼吸显得有些沉重。我能感觉到他目光中的祈求，那是一种压抑而深情的请求，但我只是转过身，没有再看他，也没有再多说什么。有些事情发生了就是发生了，再也回不去了。眼前的孙伟让我不由自主地回想起与母亲的对话。听说孙伟现在表现不错，没有再传出什么花边新闻，母亲的话似乎还回荡在耳边。我微微一笑，回应道，这都是因为我努力成为了一个合格的孙太太，不仅在家里悉心照料孩子，我还常伴孙伟左右，出席各种商务聚会。在众多的太太们中，我表现得既得体又大方，言谈举止都透露出优雅与智慧。虽不热衷于社交场合的繁文缛节，但我也在夫人社交圈中占据了一席之地。得益于我的外交手腕，孙伟的生意也是蒸蒸日上。上次李总竟然当面夸赞孙伟，这些溢美之词是李太太转达给我的。听后我差点笑出声。我把这事当趣闻讲给母亲听，
他听后若有所思地问我：“那你心里是怎么想的呢？”我依偎在母亲怀中，眼神却变得冰冷。我始终忘不了他在医院里对我说的那些话。母亲轻轻拍了拍我的肩：“妈妈知道那件事对你伤害很深，但生活总要继续。孙伟已经做出了很大改变，你是不是也应该给他一个机会？毕竟一直让他低声下气也不是长久之计。”母亲的话让我陷入了沉思，看着孙伟忙碌的身影，我终究是心软了，走进厨房，为他下了一碗热腾腾的面。那晚，孙伟显得格外高兴，还送给我一个昂贵的玉镯作为生日礼物。虽然我表面上接受了这份礼物，但心里却有些不是滋味。我在想，是不是我还没有完全放下对爱情的执念？这种认知让我更加心烦意乱。为了排解心中的郁闷，我约了几个闺蜜去舞厅跳舞。在酒精和音乐的刺激下，我和闺蜜们点了几个帅哥一起狂欢。随着酒意上涌，我还在闺蜜的怂恿下与男伴跳起了热情的桑巴舞。再来一曲，我兴奋地大喊，并向台下抛出一个飞吻，引发了一阵尖叫。就在这时，我的手臂突然被一股强大的力量拽住，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就已经被人搂着腰拉到了台下。闺蜜和男伴们迅速围了上来，想要一探究竟。滚开！孙伟怒吼一声，我是他的老公。就这样，我被孙伟粗鲁地拉出了舞厅。穿着高跟鞋的我根本跟不上他的步伐，想要挣扎却敌不过他的力气。你发什么疯？放开我！我愤怒地喊道，但他却像没听见一样，继续粗鲁地把我塞进车里疾驰而去。我拎着高跟鞋，赤足踏出车门，步履蹒跚地向前走了没几步，就被他一把推到了车身上。你不打算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吗？他目光狠厉，沉重的呼吸几乎要喷到我脸上。解释什么？我难道在成为孙太太之后，就不能有一点自己的空间了吗？我反驳道。他突然热烈地吻住我，仿佛要将我整个人吞噬。长吻过后，他双手紧握着我裸露的肩头。我绝不允许你再踏入那种场所。我用力挣开他。你凭什么这么要求我？因为我是你的丈夫，而你是我的妻子。他声音低沉而坚定。我冷笑一声，孙先生，你觉得你提出这样的要求合理吗？他的身体明显僵硬了一下，随后紧抿嘴唇，眼中闪过一丝痛楚。他突然紧紧地将我拥入怀中。老婆，对不起，我以前确实做得不够好，但我已经在改变了，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好吗？我们一起重新开始，好好生活，可以吗？我本来想挣脱他的怀抱，但他却拥得我更紧，闻着他身上那股熟悉的气息，我的泪水突然如泉涌而出。我用尽全力捶打他，甚至扇了他的耳光，但他却纹丝不动，只是紧紧地抱着我，不断地向我道歉。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。他的声音带着哽咽，我能感受到他深深的悔意和痛苦。在这一刻，我突然感到一阵心软。也许我们可以试着重新开始，给彼此一个机会。我渐渐地停止了挣扎，泪水依旧在脸颊上滑落，但心中的怒火似乎平息了一些。他的怀抱，那个曾经给予我温暖，后来又带来无数寒夜的怀抱，此刻却让我感到莫名的安心。你知道吗，孙伟，我曾经多么希望你能够这样紧紧地抱着我，告诉我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我轻声说道，声音中带着一丝颤抖。他松开了我，双手捧着我的脸，用纸巾轻轻拭去我的泪水。我知道，我以前真的很混蛋，但是我现在明白了，这个世界上，我最不能失去的就是你。
我抬眼看着他，那双曾经冷漠的眼睛此刻充满了柔情和悔意。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应该相信他，但是这一刻，我愿意给他一个机会，也给自己一个机会。我们回家吧，我轻声说道。他点了点头，牵起我的手，一起走向停车场。他的车依旧停在那里，那辆曾经载着我们无数回忆的车。我打开车门，坐了进去，他随后也坐了进来。车内，我们都没有说话，只是静静地坐着。他启动了车子，向家的方向驶去。我看着窗外的风景，心中五味杂陈。回到家，他牵着我的手走进了家门。家里依旧保持着原来的样子，那个我们曾经一起生活的地方。我看着熟悉的一切，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情愫。老婆，他看着我，似乎想说些什么，但是却被我打断了。孙伟，我累了，我想先休息一下，我说道，转身向卧室走去。他看着我离去的背影，没有说话，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。我知道他有很多话想说，但是此刻，我真的需要一些时间来平复自己的心情。我躺在床上，闭上了眼睛，脑海中回荡着我们曾经的点点滴滴，那些快乐的时光，那些痛苦的回忆。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重新接受它，但是我知道，我需要时间来考虑清楚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听到了门外的脚步声，他轻轻地推开了房门，走了进来。我看着他，没有说话。他坐在床边，轻轻地握住了我的手。老婆，我知道我以前对你很不好，但是我已经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了。我愿意用余生来弥补你，只要你愿意给我一次机会。我看着他，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。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相信他，但是我知道此刻的他是真诚的。我需要时间，我轻声说道。他点了点头。我等你，无论多久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他真的像变了一个人一样。他不再忙于工作，而是把更多的时间留给了我和孩子。他陪我们一起吃饭，一起看电视，一起玩游戏。我看着他的变化，心中不禁感慨万分。也许他真的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，也许他真的想要弥补我们之间的裂痕。我不知道未来会怎样，但是此刻的我愿意给他一个机会，也给自己一个机会，重新开始。我们的生活渐渐恢复了往日的温馨与和谐，虽然偶尔还会有争吵和矛盾，但是我们都学会了沟通和理解。我相信，只要我们一起努力，我们的未来一定会更加美好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